因为这次的引起很严重的食品安全中毒事件，其实大家都很难过，也很震惊。然后，可目前我们的卫生主管机关，其实他到现场、到餐厅去裁剪检体，然后医院的话，遇到食物中毒的案例，他也会做一些细菌培养。所以我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一种病原菌引起的食物中毒，我们等待一下报告。因为应该说现在很多都是推测啦，就说有意思说有没有可能米酵净酸毒素影响，有人担心说有没有可能是仙人掌杆菌，所以而且那些都是推测。不过我想真正的结果应该还是建议要等到我们食药署卫生单位的报告，那是最准的。然后之前就说有学者提到说有没有可能是米酵净酸，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米酵净酸它在国外啦，国外比如说在印尼、在非洲还在中国，它曾经引起一些严重的食物中毒的集体食物中毒案例。那为什么会有米酵净酸呢？主要是一些发酵的一些米制品，还有发酵的椰子制品，就说它在发酵过程中受到一种很特殊的细菌污染，它就那细菌就产生一种毒素叫米酵净酸。对，然后那个话其实一般都在20几到30几度容易繁殖，而且在中性的 pH 容易繁殖。那如果说像米酵净酸，它是非常毒的，就说那如果说我们的食物污染到米酵净酸的话，它有可能民众吃到不小心误食的话，可能它会不单单出现急性肠胃炎症状，恶心、呕吐、肚子痛，它同时会伴随有多重器官衰竭，包括肾脏衰竭、肝脏衰竭、休克，有生命危险。就是文献报道说它非常毒了，有可能1毫克的米酵净酸就可能会致命，而且这多重器官衰竭往往会发生很快，几乎就在你在吃到污染的食物之后，可能1天内就发生。然后到目前为止，其实临床上并没有针对米酵净酸很好的解毒剂，所以我们临床上治疗遇到这种米酵净酸引起的食物中毒的病人的话，其实都是支持性疗法。休克的话，我们就给升压剂；呼吸衰竭，我们就插管，就希望帮助病人度过这个难关。不过，这个米酵净酸引起的一些死亡率是蛮高的，我看文献他说几乎40%到100% 都有，就蛮危险。他吃这个食物中毒的药也没用。没有，就说因为米酵净酸，就说现在到底是不是米酵净酸污染还不知道，因为这时有学者在推测有没有可能，我想就等我们检验报告。不过如果说是米酵净酸的话，目前并没有效解毒剂。OK，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说，食物中毒的药，即使是这个米酵净酸，它吃食物中毒的药也是没办法。对，就是说，不过食物中毒，其实我们在医院的话，就如果民众遇到食物中毒，其实我们在医院有很好的治疗方式了。因为别的食物中毒，大部分民众都是急性肠胃炎，我们就是可以给一些肠胃道的药物。因为急性肠我们有很好的药物，那食物中毒有时候会脱水，引起电解质不平衡。在医院的话，我们可以给一些点滴，给一些电解质，来帮助病人度过食物中毒的那个难关。那另外的话，有学者推测说，这次有没有可能是一些仙人掌杆菌？对，但是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就是还在等待检验报告。不过仙人掌杆菌过去我们知道是在台湾也发生过，然后仙人掌杆菌它主要是淀粉类啦、面食类，就说保存不当污染。那仙人掌杆菌的污染，当然有可能它也会造成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不过我想到底是一个仙人掌杆菌，还是其他的微生物，或者说是那个米酵净酸的污染，我觉得这个我们都是推测，应该还是要等我们食药署的报告。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